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新闻台。灿叔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消息了。灿叔发生惊天动地大消息不了吗？是你啦，是美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消息了。对，哇，怎么了？查出到底怎么了？这个消息呢，我觉得也蛮让人震惊的。美国最近发生一连串这样的消息对，真的是。上一次是因为特朗普发生了枪击案，我们还特别做了一集这个大叔新闻台。没想到换拜登出问题了。拜登在7月21号的时候，听说他经过48小时的审慎考虑，他决定要退选了。我觉得大叔其实也出问题了。本来我和茶叔还专门做了一期讨论，谁将是总统后最终的获胜者，特朗普呢还是拜登呢？结果白做了。想不到拜登直接退选了。我觉得这美国这个政坛这个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太快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瞬息万变，对不对？对，这个用来形容美国的政坛真的是不为过。对，真的哪一天发生什么事你真的不晓得。拜登宣布退选之后，他也告诉大家说他全力支持这个哈里斯来竞选总统。那灿叔，你对这样的政局变化有什么想法？因为哈里斯目前是现任的副总统，对，那拜登已经表明立场了。就是这么一个突然之间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变局。就像咱们在上一期就是没有公布那一期里讨论的，咱们其实认定川普就是特朗普基本上这个赢的话，基本上已成定局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但是现在突然有一个变量加进来了，拜登退选了，哈里斯上来了。但是说实话，其实好像民众们就是特别是国外的民众们对这个哈里斯的熟悉程度很低，好像他本身这个存在感也很低。作为副总统，他好像也没做出特别好像有什么大的功绩啊或者成就啊什么的，对不对？对，据我所知，像不管是 CNN或者是这个路透社的民调，他们在拜登已经宣布退选之后，纷纷做出了民调。他们的民调很有意思，他们都认为民主党的声势重新的聚合了。拜登退选之后，全力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这件事情发布之后，没想到民主党就收到了几千万美金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资金。当然，我觉得这对民主党注入了一个强心针就是因为拜登之前的表现没有很好，换了一个新人，是不是能够聚合民主党已经掉落的声势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就是对于大陆的人而言，还有台湾的民众而言，到底更期待哪一个人最终成为总统呢？因为说实话，这个肯定会对整个世界局势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肯定对台海的局势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台湾的民众更期待哪一个人能最终成为总统呢？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对，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台湾现在两方候选人的支持跟反对的声音都有。那我先讲比较支持特朗普这一边的人是怎么说的。第一，特朗普他是商人，对，所以基本上商人是不喜欢打仗的。对，所以另外就是特朗普其实对跟各个国家的关系都比较不好，因为他是美国本位主义。所以只要对美国好的他会支持，只要美国花钱的要美国付出代价的他都不喜欢。商人性格在这方面来讲，因为不打仗和平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对，所以这方面大家会支持特朗普。那另外就是呢，支持本来拜登这个势力的，因为拜登算是总统嘛，现任总统。所以支持拜登这边的当然是拜登这几年来特别支持台湾，比如说军购，或者是他甚至有4次的言论支持出兵保护台湾这样的言论。这个就十分获得民进党或者是一些台独人士的支持，他们觉得有美国做靠山，他们感觉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助手在后面撑腰，有靠山一样，对不对？有靠山一样，所以这一些人会特别支持拜登的政府。因为我觉得这点台海两边的这个民众的想法应该差不了太多。我觉得大陆这边人普遍觉得最终应该成为总统还是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他本身胜算比较大。像拜登之前这个状态，虽然我们会觉得首先他太衰老了，好像脑子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也得明白，就是拜登他只是一个表面一个代表，真正是民主党的整个政策在发挥作用。整体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策对大陆基本上是进行这个围追堵截的，他联合周边的这个盟友啊，对大陆进行围追堵截这么一个政策。虽然最早的时候发动贸易战呢是特朗普在位的时候发动的，但真正民主党他们做的是更是绵里长征的这种方针政策，其实让你就很难找到一些很明显的那个状态，但是又让你特别不舒服。特朗普呢就像拿一个很钝的刀来砍你直接砍你而已，但是呢这个民主党用那个绣花针一样戳你到处戳你，但是你有时候没话说，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现在整体而言可能会觉得特朗普上台之后在政治层面上相对会好处理一点，像你说的毕竟他是一个商人是重利的，他也不喜欢打仗，而且他之前那些操作让大家会觉得他可能和盟友的之间的关系会再次搞得很僵，因为他是美国本位主义这个政策，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点，因为他又是美国本位主义政策这么一点啊，他会过于的保护自己美国本土的利益。因为之前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他一定要就是成为总统之后，对中国大陆这个商品要征收60%的关税，那是非常非常夸张了，就基本上就断送了中美之间这个贸易之间的关系了。我觉得政治层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更希望特朗普上台，但是在经济层面又会觉得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不知道最后会搞出什么样的这么一个状况，甚至是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危机也说不来。我觉得不管是特朗普或者是哈里斯跟中国对立是一个免不了的已成定局，只是说谁的力道比较大，谁的力道比较小而已。对，美国现在这个政坛好像我觉得进入一个死循环了，他好像不管是特朗普上台还是哈里斯上台，他不会真正的说能给美国政坛或者美国国家整个经济政治带来很好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也不会带给整个世界这个环境带来一个特别好的变化。好像美国现在进入一个特别严重的这个，中国大陆人是这样想，就觉得美国已经进入特别严重的一个衰落期。衰落期就像人慢慢已经老了，身体的器官已经就是衰竭了，还没到那种程度啊，慢慢的退化了。很多问题不是说你吃一些药啊，或者换一个更好的医生就能解决。我觉得这整体是不管谁当总统，好像都会面临这么一个困境，就是有些东西是解决不了的，是无解的。对，这个其实在背后有一个我们说这个世代固化的一个问题存在哦。对，这个不止在美国，在很多民主选举的国家都发生这样的问题，包括像日本，包括在台湾有选举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世代固化。其实这两个候选人代表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世代。对因为你特朗普他是支持美国本位主义，所以他会比较吸引这种比如说年纪中老阶层的人比较多，底层人民比较多一点嘛，对，或者是底层人民要做苦工劳力的人民比较多。对，所以呢，这样的人民基本上可能占了30%左右的人民。也就是说，特朗普再怎么烂，他还会有30%的人选他，以至于像这样的这种选举态势来讲，某种政党就会有一个基本盘在。对，那这个基本盘很有可能成为他获选的主力来源，不管他表现如何，这些基本盘都会选他。那只要他把其他的中间选民吸引过来，他的胜算就很高。这个一样的状况发生在日本，日本的自民党也已经执政很多年了，也就是说他固守这个基本盘，他的基本盘就是比如说40-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老龄化，对吧？对，老龄化还有少子化。也就是说，现在新的选民的人数是无法跟这个基本盘去匹敌的。对，因为年老的人越来越多嘛，可是能够选举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就造成了世代固化的状况。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民进党为什么可以连续执政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他固守这个大概50-60岁的以上的基本盘。不管你民进党做的再烂，我都会支持你啊。
这个我认为是在民主政治上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民主政治好像听起来很好，但是民主是可以用媒体去改变选民的意向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策略去稳固你的基本盘的。只要你掌控了这2个因素，民主政治其实是很容易控制的。我觉得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很大的关系。对，没错，对吧？之前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因为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的话，其实全世界人民都受惠。我是觉得中国也是因为跟美国，就是因为进入世贸组织之后和全球做生意之后，慢慢才崛起的。但现在整体美国经济在衰退，别的国家自然而然也是在往下走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美对抗的态势，目前不管谁上任还是一样会走一样的策略。哈里斯成为了民主党候选人之后，是不是这条路还会很顺遂？这个我们可以往后再慢慢观察，所以观望。我们我们今天就只是单纯提出我们的看法哦，就是不过我们好像有个共识了哦，就是特朗普应该会慢慢的，特朗普应该最终还是会入主白宫啊，对，很有可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那等到下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大叔新闻台会再出现，跟大家相见。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再见。